你的游戏是不是都散落在各个资料夹，有点乱七八糟的？今天我们就要来一点不一样的，来手搓一个超漂亮、完全个人化的游戏库。那要用的神器呢，就是这个 Pegasus 前端，来跟着我一步一步做，保证超好玩。好，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动手之前，有个超级重要的观念，一定要先搞清楚哦。就是很多人会搞混，但 Pegasus 它不是模拟器，真的不是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华丽的游戏总管。它的工作呢，就是帮你把所有游戏整理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从一个地方就能启动它们，是不是超方便？好，那第一步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 Pegasus 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它为什么这么厉害？说到 Pegasus 最大的魅力真的就是它的弹性。你可以把它的界面改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，完全客制化，打造出专属于你的风格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就算你的游戏多到爆炸，有好几千款，它跑起来还是超级顺又漂亮。重点是，不管你是用 Windows、macOS、Linux 还是 Android 手机，它通通都支援，超强的吧？OK， 理论讲完了，是不是有点手痒的啦？来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动手，进入第二步，把所有需要的工具、软体全部都下载准备好。第一步当然是主角本人啦，我们直接到 Pegasus 的官网，找到 Windows 版本，给它下载下来。下载好之后，就把它解压缩为了等一下好找，我们顺手把解压缩出来的资料夹改个名字，就叫 Pegasus， 简单明了。好，前端有了，再来就是模拟器本人我们这次的范例呢，会用功能超强的万用模拟器 RetroArch， 一样去官网把它下载回来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把它解压缩到，没错，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Pegasus 资料夹里面。然后一样把资料夹改名叫做 RetroArch， 这样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，管理起来才方便嘛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来设定 RetroArch。你要知道 RetroArch 它本身其实像一个空壳子，你要模拟什么主机，就要装那个主机的核心。所以我们就执行 RetroArch.exe 把它打开，然后在主选单里面找到在线更新，再点进去核心下载，接着就往下找到 Nintendo Game Boy Advance， 选那个 MGBA 把它下载下来，这样 GBA 的模拟器核心就装好咯。对了，这边插播一个小技巧，如果你希望你的游戏库看起来更厉害，就是那种可以显示游戏预览影片的，那建议你可以顺手安装一下这个 K-Lite Codec Pack， 它是免费的，装一下就能让你的 MP4 影片正常播放，整个体验会酷炫很多。好，软体的部分都搞定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最核心、最好玩的部分了，也就是手搓设定档。我们要来亲手教 Pegasus 怎么找到我们的游戏，还有怎么启动它。俗话说得好嘛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所以第一步，我们先来建立一个清楚的资料夹。以我们今天的 GBA 游戏为例，我就会把它放在低槽的 Pegasus 资料夹里面，再建一个 ROMs， 里面再建一个 GBA 资料夹，这样一层一层的，以后游戏多了才不会乱掉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整个设定的灵魂了。我们要来建立一个叫做 metadata.pegasus.txt 的文字档。这个档案超级重要，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给 Pegasus 的一份游戏说明书，里面会告诉他这个游戏的所有资讯，从游戏名称到怎么启动，通通都在这里面。大家就照着画面上的内容，一字不漏的把它打进去或贴进去就可以了。我们来快速看一下这个档案的内容，其实它一点都不复杂。你看Collection 就是游戏平台的名称嘛，我们这里是 Game Boy Advance， 然后 Launch 这一行就是最关键的启动指令，它告诉 Pegasus 要用哪个模拟器的哪个核心去开这个游戏。再来 Game 就是游戏名称， Assets 下面的这些就是指向你的游戏封面logo还有预览影片这些美术素材的路径，是不是很直觉？来，再教大家一个专业的 Pro Tip， 你在 Pegasus 的主目录，就是最外层那个资料夹，去新增一个空的文字档，名字就叫做 portable.txt。你别小看这个空档案只要有它在，你整个 Pegasus 资料夹就会变成便携模式。意思就是你可以把整个资料夹直接复制到 USB 随身碟里面带走，
到哪台电脑插上去都能玩，设定完全不会跑掉，超方便的。OK， 万事俱备啦，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步了。来，深呼吸，让我们一起启动 Pegasus， 看看我们辛苦了这么久的成果吧。好，我们直接执行 Pegasus-F1.exe， 第一次打开，画面上会显示 No Games Found。不要慌，这是正常的。这时候按下键盘上的 ESC 键，叫出选单，进去 Settings。你可以在里面先改一下语言，然后往下找到设定游戏目录，点那个加号去找到我们刚刚建立的那个 metadata.pegasus.txt 档案。选好之后，再按 ESC 退出，它会问你要不要重新载入，当然是选是啊。锵，你看，重新载入之后，刚刚那个空荡荡的画面，现在是不是就出现我们设定好的游戏了？有封面，有 logo， 点进去可能还有影片，是不是超级有成就感的？这就是手搓的乐趣啊！今天我们成功的把第一个游戏加进来了，但这真的只是一个开始而已。你现在已经学会了最核心的方法，等于是拿到了一份蓝图，接下来就换你大展身手啦，去把你所有心爱的游戏一个一个加进来，打造出一个完完整整、漂漂亮亮、全世界独一无二、专属于你自己的游戏殿堂吧。